谁为生无死痕？落我心中沉沦，为一身锦绣落满泪痕，凝情望断问红尘。儿臣拜见父王、母后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你还没当上帝君呢。儿臣没有得到允许，私自卷入北仙界战乱，违背天规，愿接受一切惩罚。你以为一句惩罚就足以了？哪一次你擅作主张、冲动行事，不是你主动接受天罚？有多少天罚够你罚的？你花神一职即将卸任，帝君即位不日到来，你是天地星，还那么荒唐，毫无规则，你如何统领中天？如何庇佑子民三界？又如何得以安稳？儿臣知错，所有罪责，儿臣一力承担。帝君，花神任期将至，要安排新任花神名单了。身后，花神一职，你就自行定夺吧。是。如今路遥即将继任为新的北界女王，昆仑与路遥情深意笃，若是联姻，昆仑怕是要入赘北仙界了。不可，昆仑是我的儿子，路遥必须嫁到我中天来。你终于记起，昆仑也是你的儿子了。身后，你不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触犯底线。锦绣不断犯下中天禁令，你却一而再、再而三包容至今。你不是偏爱是什么？你可曾为昆仑想过半分？昆仑是我的儿子，但是要当帝君的，只能是锦绣。帝君，中天王在天刑台上晕过去。母亲，帝君来了。神尊那儿呢？伤得很重吗？
哪里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的本体凋落得如此迅速？从无章回来之后，就已经是这样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还执意要接受天罚？是儿臣做错了事，受罚是应该的。你这样的身体，怎么继承帝君之位？父王，儿臣一直有一件事想与您说。说吧。或许我并不是那个最适合继承天帝之位的人选。不许胡说！你是天道选择的帝君，这就是你的命数。好好养伤，不要离开花神阁。是。小仙参见帝君。残花园，你照顾得如何呀？小仙承蒙厚恩，努力修行，每日都在照料残花。很好。你来了。疼吗？不疼，都习惯了。可是你明明做的就是对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受罚？这在妖界是对的事情，可在中天就是不对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帮妖说话了？他们也都是生灵，本无过错，只是因为无法改变出身，便要被他界玩弄于生死之间，何其有过！我虽没有力量能改变这个现状，但是我能救助一些，还是好的。可是这样你会受伤的。无妨，只要我静心修炼，会好的。我帮你。你为了寻我，已经将几乎全部的灵力换给了众仙，千万不要为了我再浪费灵力了。可是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我想帮你，只要能让你好一点就好。其实还有别的方式。什么方式？只要你每天都来看看我，每日照顾我，我一定会好得很快的。这些年，你确实变了很多。何出此言？当你还是红茶小妖的时候，常常折青鸟传信给我，上面只有短短2字：在吗？我那时不懂，也从来不回。现在想想，在吗2字虽然简单，却也是思念的表达。如果能回到当初，我一定会用心的回复你。我一直都在。如果你不说，我都已经快忘记以前的自己是什么样子。如果你想我了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千万不要藏在心里，好吗？好。
再这样下去，你活不了多久了。你还敢来？现如今我有什么不敢？他刚受完雷刑，不堪重负，我又手握绞龙剑，想取他的性命，轻而易举。你敢动他？你不怕死吗？我什么时候怕过？凭我现在的力量，足以与这花昭公抗衡。你若回心转意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不可能！可你的神尊大人若是知道有着锁心线的存在，你觉得他还会相信对他的爱吗？他一定会认为你欺骗了他，认为你对他的爱根本就不纯粹。侯宁，这都是你自己选的。听闻帝君说，木仙仙子近来看管残花园，功绩不错，还日日照料中天王。是，说是那木仙懂些医治的药材秘方。神尊大人最近看起来颇有气色。如此，甚好。我就将计就计，看看你这红茶妖还能有什么把戏。唉，唉，心情不好啊？这时候知道对我细心了。其实啊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我刚刚给母后送去了我亲手制的点心和百花酿，心里有点忐忑。是不是又没做好啊？反正上一世你给我做的时候吧，确实不太好吃。不好吃你也吃了。反正我是可以理解沈后的心情。你是在取笑我吗？你已经得到很多人的喜爱，不可以太贪心。也是，有你啊，我就知足了。木仙，木仙，接旨！神后的任命书到了。天后敕令，木仙仙子救济无章国，渡人无数，寻回天地星，功德卓著。今特命尔为花昭宫之主，掌管花神令，敕令3届草木。即日起，以花神身份承办新一届花昭会，以显花昭荣光。接旨啊！哎呀，我走了，走了。哎。
我原以为接任花神之位的会是梅仙师，竟没想到母后是让你接手。但我没想好怎么做这花神之位。怎么会如此突然啊？我中天神罚事务繁多，所以早有意卸任花神之位。此次花招会睽违已久，事关重大，我一定会好好协助你们。哎，怎么了？干嘛那么悲伤啊？哎，怎么还哭上了？哎呀，这新来的花神呐，向来对这花木一族挺尽心的，对咱们啊不会差的啊。你懂什么呀？我们是害怕新花神吗？我们就是舍不得神尊大人。是啊，我们舍不得神尊大人。梅仙师，对呀。神尊大人，此次木仙接任新花神，是中天思量之后的结果。但是这些年，你对花招宫付出的心血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您言重了，这都是小仙应该做的。希望大家能够像辅佐我的时候一样，辅佐新的花神，可以吗？神尊大人，您放心，小仙是花招宫的花师，无论花神是哪位大人，小仙一定全力以赴。我也全力以赴。木仙接任花招宫之主的消息一出，宫里众仙都有所非议，想必锦绣神尊也有所察觉，特意嘱咐了菊仙官与梅仙使尽力辅佐于他。他想的倒是周到，哼，我料他们也不敢拒绝。如今木仙已非花木一族，接任花神本就容易招惹非议。锦绣神尊曾许诺过梅仙使花招公主之位，现在应该一时不满。木仙是红凝一事，众人皆知，只不过谁都不愿意做那个捅破窗户纸的人。可人呐，但凡有所隐瞒，就总会露出些蛛丝马迹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等这个骗子自己露出马脚。如果有人护着这个骗子，你有没有想过会是什么下场？属下不懂您口中的骗子是何人，属下护着他，只有主人。那朵小红茶如果想得明白，锦绣又何必拖着如此大的一个纰漏招摇过市？你替我好好看着，看看他们是如何应对着悠悠之口。是，主人。神尊大人，你觉得我应该接着花神之位吗？你是怎么想的？论地位、出身、修为，我都不合适。母后设令以下，不好拒绝。但我才入中天不久，我怕我修为不够，做不好。不要太担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木仙，你乃凡人修功德成仙，并无神根本体，只能用花神令号令百花。这神印含着万年灵力，可助你掌控花神令，但你更需日日精修，
有朝一日，或许仍旧可以修出神根本体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花昭宫之主，切记护好花木一族。谢神后，木仙一定不负厚望，守护好花木一族。各位免礼，我受天道福泽，成为仙子，如今主持花昭宫，我对这里还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，还希望各位花仙子鼎力相助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，维护我花木一族。木仙化神，即日起，这花神之令便由你成事。恭贺花神，免礼吧。是。这次的花昭会已让诸位等候千年，不久将至。梅仙使、紫藤仙使，还有兰桂二位，就烦请4位仙子与我一起打理这次花昭会。是。今天是你作为花神的第一天，感受如何？以前都是神尊大人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遵守宫规。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，反而把你气个半死。现在，我倒成了那个管理规矩的人，反倒有些不习惯了。还好意思说，进花昭宫的第一天便闯了9元，喝得像坨烂泥。被仙娥当成了花茶奶，请学问所为。呀，何方妖孽！主要是怕有什么事情做不好，会影响到你吗？不用害怕，花昭宫过了1000年，早已步入正轨。况且还有菊仙官和梅仙使会帮助你的，不用担心。幸亏啊，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他们学习呢。眼下最重要的便是花昭会，有什么不懂的，随时来问我，他也会时时为你开放的。
茶就是天选之子，我就是万妖之首。参见木仙花神。免礼。梅仙使，花神谱的名单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预选的名单都在这儿了，请花神大人过目。听闻地界有一株蒲公英立了天劫，怎么上面没有他的名字啊？蒲公英，小仙确实从未见过蒲公英一族。那这个曼陀罗有点眼熟啊。曼陀罗1000年前已经历劫上天，上次花朝会时没能成功开花，这次花朝会是紫藤仙子力荐的，听说法力修为极为高明。紫藤，当年白茶一事，就是因他和信仙使的一己之私所害。行了，就按照这个名单去通知吧。是。对了，花神大人请吩咐。我虽上天界不久，但是在凡间的时候就一直听闻。梅花一族傲雪气霜，素有高洁之誉。花神大人过誉了，你一直是神尊大人最信任的人之一。我把花神谱交给你，也是觉得你不会被他人所左右，你是最公正的。小仙不敢妄自尊大，谢花神大人提醒。没想到，紫藤的手都伸到这花神谱上来了。哎呀，紫藤成为仙使，掌管训导引渡出入天界花仙一职，本来积累不少，又和神后关系密切，梅仙使啊，是有口难言呐。当年白茶，就是因为紫藤和杏仙使被他们以权谋私所害，没想到现在梅仙使也是这样。真的太让人失望了。您看，我还以为您改变不少呢，其实啊，一点都没变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您看啊，以前的红茶妖呢，是个傻不拉几、天不怕地不怕的主，而现如今呢，虽然内敛了一些，可他内心里啊，还是那个玩世不恭、无所畏惧的小红茶。我说了，我不是。不是，您不是。哎呀，我说句话，您听了可别生气啊。你说。从前那小红茶呢，虽然是蠢是莽撞，但是他有一颗天上地下难得一见的赤子之心。这颗心呐，是我见过的无价之宝。我希望他千万别把这稀世珍宝给丢了。赤子之心的确动人，但也很脆弱，保护不了自己，更保护不了别人。我懂，您还得保护神尊大人呢。参见锦绣神尊，昆仑天君。木仙花神，
花昭公渊源颇深，木仙花神可不像某些人一样，看都不让我看，就把我赶了出去。昆仑君言重了。既然各位宾客已经落座，那本次花招会正式开始。梅仙使赐酒。赐百花酿。花招会也有1000年没有举办，此次花招会，我会按照百花盛开来修订花神谱。花木一族的兴衰，在你们平日各自的修行。我希望，无论此次甄选结果如何，你们都要严加修行，自我督促。倒还有些你的样子。多话。梅仙使，开始甄选吧。是。献花礼开始，杜鹃花一族献礼。杜鹃花一族拜见花神大人。蔷薇花一族献礼。蔷薇一族拜见花神大人。曼陀罗花一族献礼。曼陀罗花一族参见花神大人。免礼吧。保护花神大人！怎么打起来了？你为何行刺于我？杀的就是你！我们有什么恩怨吗？我入花昭宫1000年，一直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出一点错。这次花招会，就是为了一雪前耻。可你算什么花神？凭什么来选我？木仙花神乃是神后亲选，你可不满意？他以为装出这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我就会认不出了吗？你问我们之间有什么恩怨，你可还记得？当年你我一同进入花昭宫，我历尽千辛万苦，受尽雷劫，险些丧了性命，才得以上天拿到仙级。可你一个连仙级身份都没有拿到的小妖，就可以凭借神尊大人的垂怜，在花昭宫里肆意妄为。真羡慕你，一进宫就受到神尊大人的喜欢，不像我，干又脏又累的活儿。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了。这个给你吧，很好喝的。原来是你！你搅得花昭宫天翻地覆，弄得天界一片混乱，害得锦绣大人下凡历劫，几生几世你都还不清。你以为换了个身份，以前那些就全一笔勾销了吗？
我一直盼着能上花神谷，我苦苦修炼1000年，一直等着下一次花招会。好不容易盼来了，凭什么是你来定夺我的命运？凭什么？木仙拯救了无章数万人性命，才得以飞天成仙，岂能容你智慧？救了万人性命，若不是他下界，可能根本就不会有灾难。他在哪里，纷争就到哪里。他成为花神，定也会为花昭宫带来灾难。一派胡言！来人，把他带下去。如此心怀叵测，是怎么经过你们的挑选，上了花招会的甄选名单，还拿到了花检的？是小仙的失职。母后，刺杀的仙子还压着呢，咱们先别着急怪木仙呀，他也是受害者。母后，昆仑君所言极是，追责重要，追根溯源同样重要，还请母后允许我们审问曼陀罗。我本看在木仙与你亲近，尽心照顾你的份上，允他做了花神。这上来第一次花招会，他就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难道我还问不得了？小仙，恳请神后责罚。此事和你有干系？曼陀罗1000年前甄选失利后便耿耿于怀，此事小仙一直知道，却没有重视，这才让他剑走偏锋，造成恶果。小仙负责花招宫期间，没能将他引入正轨，此罪一；在明知他心生愤懑的情况下，却依然心存侥幸地发下花检，此罪二。小仙惶恐，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，没能在第一时间出来承认，此罪三。请神后责罚。你说的美妆美剑皆是事实，可是你依旧解释不了，为何他会指认木仙就是那红茶妖？可能是小仙误导了他。小仙对木仙成为花神一事心有不甘，所以向他多抱怨了几句。但是他神志不清，说的话实在不可作数。锦绣，你这花招宫可真热闹。若那曼陀罗所言是真，那你可真是所托非人。曼陀罗刺杀花神一事属实，摘其仙籍，拨入麒麟洞。锦绣，你意下如何？母后，儿臣自当与木仙花神重整花招宫，绝不会让此次事情再次出现。木仙掌管不力，监控不严，当罚。锦绣，你可别太护着。儿臣明白。拜见神尊大人。梅仙使，今日之事，多谢你。神尊大人在说什么？小仙听不明白。我知你是为了木仙，才一力承担所有罪责。你本不用如此。如今木仙被罚入百花图，你被罚来了残花院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是神尊大人将小仙想得太好了，小仙是怕被发现后被罚得更厉害罢了。你今日说，对木仙成为花神一事，心怀不满。
是小仙修行不够。经此一事，我发现我确实没有资格成为化神。梅仙使，我有一事想问。神尊大人，请讲。你在准备花神谱名单的时候，写下曼陀罗的名字，真的是心存侥幸吗？历经悲欢离合又如何？漫漫长路，前尘早已随风去。何须与君相逢？